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和田秀树先生所著的《不幸且不安的80岁与健康幸福的80岁》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不幸和不安的80岁与健康和幸福的80岁究竟有何不同？第二，那些曾经健康的人为什么会突然急剧衰老？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的？第三，为了现在的幸福，应该大胆的花钱。首先是第一部分，不幸和不安的80岁与健康和幸福的80岁究竟有何不同？正在听这个的人中，很多人可能在想，自己老了会变成什么样？自己会如何变老？对老去感到不安。衰老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体验，因此感到不安也是可以理解的。世上有很多人想要了解这终将到来的老去，因此媒体上也充斥着各种关于衰老的信息。然而，大家之所以对衰老感到不安，或许正是因为盲目相信了这些媒体信息。根据作者的说法，他是一位老年精神医学的专家，曾诊治过6000多名老年患者，并在老人院持续观察了30年以上的老年人生活时态。作者认为，完全避免衰老也是不可能的。虽然确实存在抗衰老和延缓衰老的生活方式，但终有一天，每个人都会面对衰老。因此，重要的是思考当那一天到来时，如何生活，如何面对和接受衰老。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幸和不安的80岁人群，也有健康和幸福的80岁人群。如果你冷静地观察周围的老年人，就会发现，有些80岁的人总是对某些事情感到愤怒，或者总是垂头丧气的生活，而另一些80岁的人却充满笑容，精神焕发，看起来无论何时都在享受人生。毫无疑问，哪种生活更幸福？希望正在听的人也能成为健康和幸福的80岁人群。现在，让我们深入探讨不幸和不安的80岁人群与健康和幸福的80岁人群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这就是说，老了或患有认知症后能否幸福的生活，取决于是否掌握了以下3个要点：一、不专注于做不到的事，而是专注于自己能做的事；二、认识到幸福是主观的，并学会巧妙地设定参照点；三、如何摆脱头衔和自尊心的束缚，并打破常识，过上自由的生活。不幸和不安的80岁老年人没有遵循这些要点，而健康和幸福的80岁老年人却能够牢牢把握住这些要点。所以，希望大家也能逐步掌握这些要点。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分别具体讨论每一个要点。首先，第一个要点，即不专注于做不到的事，而是专注于自己能做的事。许多人在变老时会注意到记忆力和注意力的下降，认知能力的减弱、健忘症的增加以及行动不便等，这些都让人对衰老感到担忧。然而，年老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与其专注于那些无法再做的事，不如关注现在还能做什么，或者如何用逐渐衰弱的大脑和身体最大限度地享受当下。能够以积极的态度思考这些问题的人，即使在年老时，也能感受到幸福。例如，即使到了70岁或80岁，人们的交流能力和阅读理解能力也不会大幅下降。事实上，这个年龄段的人往往比年轻一代阅读了更多的书籍，词汇量的顶峰通常出现在67岁。因此，老年人比年轻人拥有更丰富的词汇，语言能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再比如，尽管记忆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但通过长期积累的智慧和经验，却能保持思考能力的持续增长。老年人的丰富经验让他们在处理他人问题时更加得心应手，甚至能够用智慧和经验帮助成长中的孙辈克服困难。因此，年老并不意味着所有能力的丧失，而是仍然存在很多可以做的事，甚至比年轻时做得更好。接下来第二个要点，认识到幸福是主观的，并学会巧妙地设定参照点，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要点。首先，作为前提，我们是以主观方式生活的。世界上有些人，
即使拥有再多的钱，住在再大的房子里，也会因为没有别墅或者不能乘坐豪华游轮而感到不满足，总是向往更好的生活，因此对日常生活充满不满。另一方面，有些人则会因为在公园里运动而感到快乐，或是欣赏公园里的鸽子和猫咪而感到被治愈，或者因为园艺而觉得充实和幸福。即使在贫穷，他们也能拥有不花钱的爱好，过着充实、快乐、幸福的生活。这让我们明白，无论多么富有，如果认为自己不幸，就真的会感到不幸。反之，即使别人觉得那个人有点可怜，如果本人感到快乐和幸福，那么他就是幸福的。也就是说，幸福是主观的。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衰老。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精神力和收入基本都会下降。如果以年轻时的自己为标准，就可能在衰老时感到自己不行了而感到沮丧。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巧妙地设定参照点。著名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指出，人们并没有固定的判断标准，而是会根据当时的环境和情况调整自己的判断标准。这个判断的起点就是参照点，参照点越低的人，越容易获得满足感。这种思维方式在判断是否幸福时尤为重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认为自己幸福，就会感到幸福。即使拥有财富，如果参照点设得太高，就永远无法感到满足和幸福。例如，如果以年收入1000万元为参照点，即使年收入达到800万元，超过了平均水平，也会觉得自己收入不足而感到不满。但如果参照点设为年收入300万元，年收入达到500万元时，就会感到自己收入很高，并因此感到满意和幸福。从收入上看，年收入800万元的人比年收入500万元的人赚得更多，但两者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之间却可能有天壤之别，而这仅仅是因为参照点的不同。此外，世界上总有更优秀的人存在，所以如果把参照点设得太高，就会因为永远无法达到而感到痛苦和不幸。这种情况在老年时期同样适用。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按照世俗的标准看待事物而感到不幸。很多人不明白幸福是主观的，总是以世俗的标准来判断，比如认为必须有钱、有地位、穿着得体、朋友众多等等，因此自我设定了过高的参照点，并因此自我折磨，感到不幸。冷静下来想一想，可能有人会觉得那些把参照点设得很高的人是自找苦吃，觉得他们应该降低参照点，但其实并不容易做到。实际上，很多人都会犯这个错误。幸福是主观的，是否幸福由自己决定，没有固定的标准，一切取决于您将参照点设定在哪里。为了幸福的生活，重要的是按照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享受每一天，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感到快乐，这才是幸福的源泉。如果您的参照点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想让别人高看自己，不愿展现不体面的样子，那您可能很难从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或者您的价值观可能已经陷入了与他人比较的陷阱，认为自己必须超越他人。要想幸福的生活，您需要调整参照点，打破自尊心的枷锁。即使收入有所下降，即使不再被人高看，即使感受到身体的衰老和不便，您仍然可以享受生活。重要的是不要在意世俗的眼光，按照自己的喜好生活。只要你与他人比较，幸福就永远无法实现。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幸福是主观的，这不仅适用于老年人，也是所有年龄段都应重视的观念。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人们常常被要求努力工作，赚更多的钱，取得成功。当然，这种风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社交媒体和 YouTube 等平台让我们有更多机会看到成功者。虽然这些内容可以激励我们努力工作，但如果参照点设得太高，很多人就会在与这些高标准的比较中感到不必要的痛苦。我们还应该思考一下，
自己设定的参照点是否真的让自己感到幸福。接下来第3个要点，如何摆脱头衔和自尊心的束缚，并打破常识，过上自由的生活，哪怕在老年时也能保持幸福。在追求健康幸福的80岁人生中，不需要的东西之一就是头衔和自尊心。自古以来，头衔和社会地位被高度重视，尽管在工作期间这些东西可能有意义，但在退休并脱离社会地位后，许多人仍无法从过去的头衔中解脱出来。实际上，这使他们远离了幸福，一直依附于头衔和过去的自尊心。往往是因为人们依赖过去的权威，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想继续维持这样的感觉。尤其是那些在职场上地位较高的人，往往难以放下头衔。当然，我能理解这种心情，但头衔和地位仅在所属的组织内有意义，一旦离开那个组织，他们的价值便大大减弱。不仅仅是头衔，社会地位和权威对于退休人士来说都是不必要的。积极地抛弃这些东西，幸福就会更靠近您。长久以来被社会地位和权威束缚的人，往往会在意世俗的看法，不能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也无法以有趣与否作为生活的标准。退休后不妨放手去做喜欢的事情，尽情享受生活。现在不如抛弃这些束缚，追求您真正喜欢的自由的生活。一旦放下头衔，这种通过与他人比较而获得的优越感，任何人都可以从此感到满足，获得幸福。接下来是第2部分，那些曾经健康的人为什么会突然急剧衰老？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的？许多人可能认为衰老是一个逐渐发生的过程。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和精神都会逐渐衰退。进入50多岁后，随着更年期的到来，性激素的减少使得男女都开始感受到各种不适。到了60、70岁，脑部和身体的机能进一步下降。90多岁时还能健步如飞的人就很少了。这种衰老是自然的过程，每个人都会经历。表面上看起来虽然痛苦，但其实并不需要过度担心。实际上，有研究表明，脑部和身体的衰老从20多岁就开始了。由于这种逐渐的老化是生物学上极其自然的现象，因此不必过于担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种突然发生的衰老更加危险。也就是说，本来身体健康的人，突然出现明显的衰老迹象。这种急剧的衰退是周围人都能清楚感受到的。本书的作者在多年诊治大量老年患者的过程中，曾多次目睹那些原本身体健康的人，在某个关键节点上突然急剧衰老。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原本健康的人突然衰老呢？主要有以下4个原因：1. 骨折；2. 抑郁症；3. 脑梗塞或心肌梗塞；4. 癌症手术。这4个原因不会导致逐渐的老化，而是会引发突然的衰老。因此，大家一定要对这4个方面给予高度关注。首先，我们来解释第1个原因，也就是让原本身体健康的人突然快速衰老的原因——骨折。实际上，对老年人来说，跌倒后人生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非常常见。老年人容易因轻微的跌倒导致骨折，而这种跌倒引发的骨折，正是老年人长期卧床的主要原因。老年人并非在正常生活中突然无法行动，而是由于发生了如跌倒导致骨折这样的事件，从而开始了卧床生活。即使骨折后没有立刻卧床，但因骨折无法活动导致的住院，也会使全身肌肉迅速萎缩，进而加速衰老。因此，避免骨折对于防止突然衰老至关重要。那么，为了防止跌倒和骨折，我们应该做什么呢？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关键在于保持肌肉，尤其是核心肌群和腿部肌肉。如果能够保持这些部位的肌肉力量，不仅能够减少跌倒的可能性，即使跌倒也能大幅降低骨折的风险。因此，老年人保持肌肉量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这一点的原因之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第2个让原本健康的人突然衰老的原因——抑郁症。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需要特别注意抑郁症的风险，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体内的五羟色胺也称为快乐激素会逐渐减少。五羟色胺从40多岁开始逐渐减少，到了70岁时，其减少趋势更加明显，导致焦虑感增加、意志力下降，并增加抑郁症的风险。此外，男性激素水平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使老年人患抑郁症的风险更高。实际上，70多岁时，患抑郁症的人数甚至比患老年认知症的人还要多。关于抑郁症，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多见于工作年龄段的疾病，但实际上，抑郁症在老年人中也非常常见。一旦老年人患上抑郁症，食欲通常会下降，体重也会随之减少，同时外出的意愿减少，活动水平急剧下降。这种情况可能导致他们更倾向于宅在家里，不仅运动能力迅速衰退，连带着脑功能也会迅速退化，从而加速老化的过程。因此，我们需要时刻关注抑郁症的征兆。例如，抑郁症的典型症状包括以下几种：食欲不振、缺乏动力或意愿；失眠或过度嗜睡、身体疲惫、易疲劳、头痛、肩颈疼痛；心悸、胃部不适、便秘或腹泻以及眩晕等。如果您发现自己或身边的人长期出现这些症状，很可能存在抑郁的风险。此时不应忽视这些症状，而应尽早咨询专业医生。此外，预防抑郁症的生活方式也很重要，比如充分接触阳光、保持适度的运动等，这些都能起到预防抑郁症的作用。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第3个让原本健康的人突然衰老的原因：脑梗塞和心肌梗塞。脑梗塞和心肌梗塞通常会突然发生，可能会导致身体出现麻痹、语言障碍等严重后遗症。如果能通过康复治疗恢复，自然是好的，但也有可能因此而变得长期卧床不起。这些疾病的根源是动脉硬化，简单来说，就是血管的老化。因此，如果采取一些措施来减缓血管的老化，就能降低这些疾病的风险。而动脉硬化的加速因素包括高血压和高血糖等，医生通常会开药来降低这些指标。但作者指出，高龄患者如果药物使用过度，可能会导致精神萎缩，变得更加衰老。作者还表示，他见过很多因药物强行将血压或血糖降低到正常水平而变得虚弱的高龄患者。药物往往伴随副作用，因此在依赖药物之前，应该首先采取一些没有副作用的健康习惯，例如注意饮食、进行适量运动、保证充足睡眠等，来努力降低血压和血糖。如果能尽量防止血管的老化，就能有效降低脑梗塞、心肌梗塞等疾病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第4个让原本健康的人突然衰老的原因：癌症手术。作者提到，癌症手术后身体素质明显下降，对于体力较好的年轻人来说，这可能不是大问题，但对于高龄患者而言，癌症通常会以较慢的速度发展，即使不治疗，也不会迅速恶化。尽管癌症发展后会出现疼痛和水肿等症状，这些可以通过缓和治疗得到缓解，但高龄患者接受手术时，通常应避免大面积切除。比如，胃癌患者如果进行大范围的胃切除，可能会导致营养摄入不足，体重骤降，变得虚弱。而且，为了手术住院，病人需要在医院床上待1个月左右。这段时间内，肌肉会迅速萎缩，导致四肢无力，甚至可能出现步履维艰的情况。在这段时间内，还可能出现认知症或抑郁症状。因此，对于高龄患者，作者建议不要盲目接受手术，而是应该选择那些提供负担较小的治疗方案的医生。接下来是第3部分，为了现在的幸福，我们要大胆地花钱。每个人都希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够快乐幸福，因此在最后一个话题中，我想介绍一些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技巧。首先是关于金钱的技巧。作者认为，我们应该为了当前的幸福大胆地花钱。通过观察许多高龄患者，
作者发现，拥有财富反而带来许多不幸。例如，虽然有钱，但在70、80岁时再婚的愿望可能会受到子女的强烈反对，子女的意见可能会让您放弃再婚，过上孤独的生活。但当您需要照顾时，子女是否会照顾你也并不一定。此外，留下财富后，往往会引发子女和亲属之间的争执。虽然金钱是一个便利的工具，但它也可能成为争端的根源。因此，不如把钱花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年老后最大的财富是经历过的美好回忆。当身体逐渐衰退，行动范围变窄，更多时间在床上度过时，那些美好的回忆将是您支持自己的力量，特别是超过80岁后。因此，为了不留下遗憾，应该在身体健康时尽量完成想做的事情。毕竟等到行动不便时，钱再多也没有意义了。为了心灵满足和创造快乐回忆，应该大胆花钱。同时，有兴趣的人可以考虑花钱做激素补充疗法或美容医疗，这不仅能让您感觉更健康，还可能让您看起来更年轻。另外，重新装修房子以提高生活舒适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赚来的钱应当用在自己身上。为了现在的幸福，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如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保持愉快和幸福。一个重要的技巧是考虑如何应对可能的认知衰退，无论脑力还是身体衰退都是必然的。接受衰老，并尽力每天坚持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有助于延缓衰老。今天走路没问题的话，明天也要尽量保持走路的能力。如果还能开车，就继续开车。购物、做饭等自己能做的事情，尽量自己完成。虽然这些都是简单的事情，但每天坚持做自己能做的事非常重要。然而，即使我们这样做，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认知功能下降的情况。尽管我们都不希望自己变成认知症，但这种情况终究会到来。因此，提前考虑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关于如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保持愉快和幸福的最后一点建议是：遇到无法完成的事情时，要学会借助他人的帮助。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很显而易见，但实际上，我们往往不擅长向别人寻求帮助。日本人对给别人带来麻烦有很强的罪恶感，因此在需要帮助时，往往会担心自己是否给他人带来了麻烦，从而不愿意寻求帮助。例如，作为父母的立场，可能会觉得不想给孩子添麻烦是很自然的。然而，既然你已经在一生中努力奋斗了，那么老了之后，偶尔给孩子带来一些麻烦也是可以的，甚至可以稍微任性一点。作者认为，孩子可能会认为照顾父母是一种孝敬的表现，而不是单纯的麻烦。实际上，在那些希望孝敬父母的人中，很多人在父母去世后都会感到遗憾，觉得自己没有为父母做些什么。因此，作为父母，可以向孩子寻求帮助，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在尽孝，同时也会从中获得一种充实感。不仅仅是孩子，涉及到照顾和家务代办等工作的人员，也可以积极寻求他们的帮助。正如前面提到的，为自己而花的钱应该大胆花费。如果介护保险之外的服务需要一些额外的费用，也要毫不吝惜地投入自己的钱，以便更好地享受生活。希望我们都有一个健康快乐的晚年。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